你翻看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翻看，哎呦，你干嘛呀？你看什么看？你再看下去，我要收费了。这是你勾引男人的手段吗？怎么说呢？一般我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我一般先会收集资料，再进行分析研究，了解对方喜好，最后才定战略。怎么，你要去勾引男人啊？是谁？我帮你搞定他。说，找我什么事？那个，你昨天在酒吧说的那个话，给我个工作，还算话吗？你昨天晚上不是自视清高，一副被侮辱的样子，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哎呀，昨天喝醉了嘛。你知道喝醉酒的人是没有脑子的，但是我现在很清醒，我觉得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有道理。这个女人说谎不眨眼，忽然改变主意，一定有蹊跷。顾先生，您作为堂堂盛虹集团的总裁，总不至于说话不算话，出尔反尔吧？不过，目前只有她才能牵绊住顾景云。先从设计部助理做起。哎呀，这么大一个公司，区区一个设计部助理都要总裁亲自出面物色人选。那你想要什么任务？你说的好像我想要什么都能给。职务越大，能力越大。李小姐若是有能力，我绝对不会委屈人才。OK， 把你 New Face 的设计部交给我。你确定？据我所知，你刚从学校毕业，并无工作经验。虽然在韩氏担任总经理，但并不是靠实力所得。你凭什么张口就找我要 New Face 的设计部？我虽然不是靠实力获得韩氏设计部经理的位置，但并不代表我没有实力。实际上，我的才能不仅仅是设计。说谎，演戏，你确实才华横溢。不过在设计方面，你所谓的实力，不会是抄袭吧？我可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。设计部是 New Face 的核心，直接关乎到 New Face 的成本。你怎么让我放心，把 New Face 交给你这样的人？总裁特别助理，这个职位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能直接把 New Face 给你，但是你可以以总裁特别助理的身份处理 New Face 的事宜。为期半年，半年之后我对你进行考核，如果过关，我届时加你任命，如何？成交。明天上午10点去人事部报道，他们会和你对接。OK， 那我先走了。嘿，那个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？你到底欠了我多少钱？你还好意思找我借钱？哎呀，不就是刚刚打车费嘛，57块。那算红酒呢？还有上次2000多的红酒，旧账还没还，你好意思开口？就当预支工资，好吧？我没有借钱给别人的习惯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来算算账吧。我昨天穿的外套价值4800，你给我毁了怎么赔？你昨天看了我的身体还趁机揩油，怎么算？你胡说！我是看了你的身体，但我绝对没有揩油。那谁知道呢？请不要用你的水准来评判我顾真泽。我做人的原则和道德的高度，你是无法理解的。况且你昨天脏成那个样子，我多看1秒，都会觉得污染了我的眼睛。哎呦，那你还把我带回你家啊？
那是作为男人的一个风度。以你的水准，你肯定不会理解。而且像昨天酒吧，你知道到底有多脏？平时那种地方，我多待1秒都会窒息。对了，你昨天把我的衣服、外套、裤子、鞋子全部污染了，具体价格我不记得，但总数应该在3、4万吧。喂，你敲诈呀！哦，对，你还把我的汽车还有地毯也污染了。我给你100块，够不够洗车？洗车是小事，那个羊毛手织地毯是早期伊朗大师的最早期的作品，全世界只有1块，价格应该在拍卖行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这件衣服啊，我肯定是不会穿了，这个价格应该……啊，行，你别算了。但是，你要是不借钱给我，我现在就出去告诉你的员工，你昨晚睡了我没有付钱。喂，你干嘛呀？你醒醒啊！你不是吧？我借你点钱，你就在这给我装晕倒？喂，醒醒！你不是吧？就你这种心理素质，你怎么当总裁？才跟你借点钱而已啊！算了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就牺牲一下吧。Are you crazy？ 把头转过去。啊！我让你转过去。你没事吧？你走吧。我也想走啊，可是我总不能走路回家吧？我家很远的。你就借我一点钱嘛，我明儿我就还你。堂堂总裁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小气？就100啊？你开玩笑呢？堂堂总裁哎！哎，给我热的！你居然把钱放在消毒柜里，太奇葩了！站住！又怎么啦？带我来这干什么？我想让你再穿着我的衣服找我装逼，给他拿一身衣服，账单之后送到我办公室。是总裁。小姐，请问你喜欢什么样的款式啊？款式啊，我先看看啊。款式不重要，我要最好的。
你怎么上来的？物业让我上来的。你要干嘛？投诉物业。哎，别！人家也是混口饭吃嘛，你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你来这干什么？我们家的房子被房东给收走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能不能在你家借住2天，分开睡？手机给我。那我给你，你是不是就同意了？一言为定。这是？你觉得可能吗？喂，我求求你了，哎，不然我再睡大街上了。哎呦，怎么办？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什么？哼，睡大街，睡去啊！敢骗我？就那么好骗吗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睡这儿了？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谁啊？我住这儿。这都凌晨了，你怎么睡这儿了？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，他把我赶出来了，不肯给我开门，所以我就在这里就见笑。男朋友？他是住这儿吗？刚刚生好大的气啊，直接就把我甩出来了。那我想怎么办呢？那我就想干脆在这儿睡到天亮，然后明天再求他原谅我。天底下竟然还有这么恶劣的男人，居然还是我的邻居。谁啊？隔壁的，这么晚有什么事？有事，麻烦你开一下门。
事？你出来一下。阿泽，你怎么还没走？人家不是说了吗？人家你别过来！我不想看到。阿泽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住一晚，我明天我就去找房子，好不好？你是疯了吗？先生，你再怎么生气，这3更半夜的，你也不能让女朋友睡在过道里啊！女朋友？啊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什么？是，我不是他女朋友，我只是他的一个下属，一个见不得人的女下属。啊！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阿泽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说出去的。放手！这件衬衫，我一直都舍不得还给你，我舍不得你，阿泽。对不起。这衬衫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情侣吵架是常有的事儿，可是你现在这么做太没有绅士风度了。小姐，既然你男朋友这么混账，我看你也没什么好留恋的。不然，你今晚先去我那边住一晚，明天再说。你居然这么怜香惜玉，就带回你家住。阿泽，神经病呀！居然真的睡在门口，有没有脑子？该不会真的去那个男人家住了吧？谢谢。还不滚进来！谢谢。那个，你放心，我就住这一晚上，明天我就出去找房子。街上这么多酒店你不住，非要来在我家呢？你不是知道的吗？我没钱啊。那你明天就有钱了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明天总有明天的办法。你这么说，就根本没想过明天要找房子的事是吧？哎，那个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在你这儿呢，就先住几天，是吧？然后我可以帮你搞搞卫生啊，打扫厨房啊、厕所呀。不必了。明天一早你就走人，我这里面不需要打扫卫生的人，更不需要说好进来打扫卫生。哎，哇塞，折腾了一天，累死我了。你心胸真是豁达呀！明天住哪都不知道，还有心思吃东西。这算什么事儿啊？我以前经常被人家追债，东躲西藏，经常没吃没喝的。你以为我会信吗？等等，我刚才居然没有反应，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哇！
正常。总裁，市场部来汇报一下下一个季度的促销计划。总裁，总裁，刚才我们什么都没听见，好好休息。